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3日上午的7点5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出现了一个上行动作，上涨幅度是1.18%，这样呢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实际上突破了连续7个交易日的震荡，这个震荡呢我们看到它处在一个阻力区间，那么这根 K 线是否真正完成突破呢？我认为不是。首先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已经完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按照我们的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逻辑，它正常会有一个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但是本轮行情并没有发生这个调整过程，所以呢，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它会可能是一个假的突破，在假突破之后啊，诱多行情结束之后，行情会回到我们的既有规律上来，也就是说很快会发生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个诱多的动作。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同样也看到了这种动作啊，就是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出现之后啊，它又做了一个假的突破动作啊，站上了阻力区间，然后快速回落。那本轮行情走到这里面，在周线级别多出来的这根阳线，就有可能还是一个假的突破动作。那未来呢，对于道指来说，有可能会走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呢重新回到我们的下跌通道上来，重新回到下跌通道，之后呢会有一个急速的下跌过程，会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波下跌，最终呢形成一个平行结构，完成本轮道指的大幅的回调动作。那目前来看我们认为这个位置的上涨呢是假的上涨，假的阳线，后面会有回调产生，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上不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一个回调动作依然再次往上走的话有可能是诱多的一根 K 线。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那昨天道指的继续上行略微带动了比特币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了道指已经在周线级别上完成上涨西游，并且又有新的突破。但是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仅仅发生了非常小幅的反弹动作，这个反弹动作呢甚至构不成小时线的反弹。我们看到当前结构主要是在19000美金跌到15585之后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形成了一个大的缺口。大的缺口形成之后在小时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进行了1次回补、2次回补。2次回补完成之后呢，行情上再次下跌出现了3次等位置波谷。那么昨天我们预计的反弹呢，就是因为行情走到这里面仅仅是第3次波谷，第3次波谷是会有反弹的，但最终呢行情会走出4次波谷，所以呢本轮行情比特币走到这个位置，我们会对它的一个反弹有一个目标位就是在16500美金附近。同时呢，这个目标位也是压力位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同时也是波峰连线，正处在16500美金附近那到达这里之后，我认为你要布局空单然后等待耐心等待行情出现第4次波谷，这是小日线级别的第4次波谷之后行情会发生快速的回落。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似曾相识因为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从3万美金到17605这个低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低点呢，在形成之后它发生了3次反弹、4次波谷，也就是它第一轮反弹43%，第二轮反弹23%，第三轮反弹18%这样的动作之后呢，我们看到底部形成了4次位于18500到19000美金的4次的等位置波谷。那么我们看到第3次它的这个波谷运行时间非常长，长达1个月，但最终呢，一旦形成
日线级别的4次波谷之后发生下跌啊，最终到达了我们低点15487。那么行情再往前推呢，我们看到牛市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同样依照着这样的规律啊，在牛市行情当中啊，69000美金形成之前和之后呢，我们看到啊，它出现了4次等位置的波谷之后啊，发生了下跌。所以呢，行情呢在小时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我认为它会形成分形的结构啊，这有一点像我们的基因里面包含我们整个的人体信息。那每一个树杈呢，包含整个树的信息；每一片雪花呢，包含整个雪团的信息啊。所以呢，分形结构呢，在整个宇宙当中啊，是无处不存在的啊，无处都存在的啊。所以呢，在小时线级别上，我认为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正在酝酿什么呢？反弹之后的第4次波谷，一旦出现第4次等位置的位于16000美金的波谷之后呢，行情会继续下跌。同时呢，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它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八线阴线啊，八线阴线走出来之后，当前的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个八线阴线来展开的。那么我们后面的行情当中就有沙色阴线和糖色阴线，最终呢完成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同时呢，这个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呢，是包含在周线级别的 K 线当中的。我们看到了啊，11月7日出现了悟空阴线啊，那么未来呢会有八线阴线、沙僧阴线、糖僧阴线，最终呢完成这轮啊最终的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到达我们的目标位。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是10500美金附近。那么在这样的趋势当中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啊，你还是要不断的布局空单的，并且是伴随着反弹，伴随着我们上方的压力位啊，找到这样的合理的布局的空单的位置啊。在行情上当中只有这么几点趋势啊，目前处在一个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在小线级别上找到合理布局的位置，大概是在16500美金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布局空单。同时呢，要控制仓位控制仓位的同时呢，降低一些自己的杠杆倍数，设置止损啊。那最终呢，你会获得比特币行情当中趋势上的利润啊，到达10500，目前我们看一下，计算一下了，打到周线级别，然后当前价格到10500。大概还有35%的利润空间啊。那如果你5倍杠杆，大概是有170%啊，170%的利润啊，在这个里面利润还是大的，但是我们上方的空间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啊和波峰连线啊，依次在这里面构成了3座大山，所以呢，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的概率很小啊，会小一些啊，因此呢，要在反弹过程当中啊，不断布局的空单啊，最终获得趋势上的下跌方向的利润。然后我们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它目前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形成白色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后啊，再通过焦点之后啊，这条线啊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它的压力位，同时呢行情不断的受这个压力位的制约啊向下走，但是向下走的途中呢，我们看到下方它出现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是非常强悍的支撑，是由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本轮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位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0.068附近构成的一个支撑，但是这个支撑呢，我认为很快会被击破，原因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所有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展开的，所以呢后面会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糖僧阴线，最终可能会形成平行的同6月份这一波看图这一波下跌平行的一个下跌结构。所以呢，当前的支撑位是短时间的支撑，后面的行情当中一旦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跌破0.068之后呢，它会有一个下跌的加速。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
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啊发动了对144均线、1690均线突破之后啊，站上了这个$1700附近，到达$1700附近之后呢，4877高点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对这个行情起到了压制作用啊，所以呢，在$1700附近快速下行，出现了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啊，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2个标志性的阴线。同时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所有的 K 线呢都围绕着这个8阶阴线啊进行回补动作，并且呢，我们看到了6月份啊5、6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红色的这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目前呢，行情正在不断的接近焦点，那么不断接近焦点的同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变盘的很快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点。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来说，我们是一个看空的。那么对以太坊本身来说，我们也是强烈看空的啊。到达我们之前给的$1100之后，我们认为它会不断的形成周线级别下跌修动作。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周线级别上它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那么现在正在走的是非常不明显的一个沙僧阴线组啊，下方会有唐僧阴线组。最终呢，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我认为会诞生我们的一个以太坊的最终的一个低点啊，我的判断是$260附近啊，这个点位呢说了很久了，原因就是我认为每轮熊市以太坊的最大跌幅都会在95%左右啊，这95%的跌幅呢，相对于很多山寨币来说都是非常普通的跌幅，有的山寨币我们在本轮行情当中看到了跌幅99%，那对于以太坊来说，我认为它是有所保守的啊，它的最大跌幅可能是高点4877之后的95%，所以呢，我们的目标位是$260，同时这个目标位到达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平行结构，比如说这个2022年4月到6月份的这波周线级别的下跌啊，这是2轮的周线级别下跌，会在当前的行情当中出现一个平行式的结构啊，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位啊。有人会对我的目标位保持怀疑啊，怀疑是肯定的啊，但是我是坚信以太坊会到达这个区域附近。那到达之后呢，因为低点它是一个范围只有你走出来之后回头看才能看到这个低点，所以呢，本着左侧交易的原则的话，你如果做现货的同时你要在$500到$400以下进行抄底不断抄底，那最终呢，你可能会在本轮行情的来年的4、5月份获得3倍左右的现货行情的利润当然了，很多对标以太坊的一些山寨币可能会涨幅更多但是以太坊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炒作标的所以呢，目前价位是做空以太坊，对于现货来说，耐心等待合适的点位去进场这个点位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在12月中旬左右就是低点出现的时间。随着世界杯的开始我们看到足球板块像富特豹像这个 CHZ 纷纷出现了一个下跌动作下跌动作出现之后，我们观察到 CHZ 目前处在这个支撑位附近，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机会呢都是跌出来了，走到这个位置上呢，可以猜一些这个 CHZ 的现货行情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到绿色线这里面是1690均线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呢，是可以进场一些的。然后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呢，莱特币表现了一些我们看到，但是它是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日线级别上涨之后怎么操作呢？我对于它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所以呢，你要把日线级别上涨的这个阳线也就是昨天的这个阳线开盘价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大概是在$61附近设置一个止损。如果你觉得这个价位止损它的这个我们看到它的回撤如果是感觉比较大的话毕竟是13%，你耐心等待它$66进场之后然后在$61附近做止损动作毕竟呢，出现阳线之后在震荡过程当中出现阳线之后，会有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可能性同时呢，我们观察到莱特币本轮行情是相对来说是强势一些的，强势在目前震荡过程当中站上了，并且是刚刚站上了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对于它的多头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希望在当前熊市
要做的是哪些币种呢？是热点币种啊，包括我们之前做的 SNM 这种突然上行的这个币种啊，都是可以进行关注的啊。关注之后呢，你要掌握。最重要的是掌握控制仓位和进出场的位置，还有进出场的时间级别和结构啊。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对它已经进行了精准的逃顶啊，逃顶的位置呢是在它完成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出现了悟空阳线、八线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啊，它在前天晚上8点啊，我们进行了一个紧急的离场啊，因为涨幅过快，涨速过快啊，同时呢出现了符合我们 K 线吸油战法的一个逻辑，所以呢我们出场之后啊，也是需要耐心观察啊，在当天时间点啊，对于 SNM 来说，我们看到啊正在出现一个不断延伸过来的一个结构啊，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目前啊，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构成了一个压制。压制之后呢，我们看到它正在形成一个类似的三角形结构啊。这个三角形结构呢，我还没有办法画出来啊，就是通过连接它的波峰啊，最大的这个波峰我们没有办法画出来。那我们下移之后呢，连接它的这个次一级的波峰啊，依然无法画出来2个波峰连线连接出来的收敛三角形。那么我们就要耐心等待它最终出现一个结构之后啊，再进场啊。那如果你着急进场的话，就一定要设置止损啊，保住我们的本金是最重要的事儿。啊，其他的我们不管啊，保住本金最重要，守住本金才能谈这个利润。同时呢，更多的建议分仓进场啊，把这个仓外打散啊，要迎八面来风，而不是孤注一掷啊，利用八面来风推进你的资产增值。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